你怎么还看这个？不是大哥，你能不能不要神出鬼没的？这部戏的片头曲我很熟悉，对于失忆的者来说，多看些自己依稀记得的东西，有助于恢复记忆。哦，你还记得这个啊？你不是连自己是个医生都不记得了吗？但我记得我自己失忆啊！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有关失忆的新闻和资料，这样我能更了解自己。有错吗？悟空，你为何无故伤人？师傅，我打的是妖怪。这明明是民家女子。师傅，妖怪常会变化骗人。刚才我若来迟半步，你定遭他的毒手。这孙悟空3打白骨精，这才第一次。接下来白骨精会变成……能不能不要剧透啊？那你觉得孙悟空和白骨精谁会赢啊？孙悟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火眼金睛啊，能一眼就认出妖怪。但是妖怪擅长伪装，精于变化。孙悟空一个人有火眼金睛又有什么用啊？唐僧、八戒、沙僧，可都是认不出妖怪来的。我都看了10集了，孙悟空是主角，妖怪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啊？唉。那你觉得妖怪会死吗？如果妖怪不会死，那为什么非要吃唐僧肉呢？我说的不是寿终正寝，而是死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。但唐僧会念紧箍咒啊！啊，还记得孙悟空去化缘之前画下的那个圈吗？刚演过。我在实验室几个隐蔽的角落都装了微型摄像头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
回事？在哪家医院？偏偏就是今天，齐大志一个人在家，你的手机就落在了家里。我也是难得犯一次错误呀，而且这不马上跟你来汇报了吗？你的手机里应该没有见不得光的东西吧？应该是没有的。我手机里的短信和通话记录每天都会定时清理。不过什么？好像有一张严振华的资料照片。哎，我错了。但是我今天走之前跟齐大志说我在家里装了监控摄像头，他应该是不敢乱动。应该，这种事情必须肯定。你的手机不会连解锁的密码都没有吧？密码是张烈的生日，对齐大志来说和没有一样。就是说，如果齐大志有问题，你已经暴露了吧？是。喂，喂，夏天，你在哪儿？大哥出事了。是我。大志，夏天呢？他出门了，手机应该忘带了。丢三落四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放心，我已经学会叫外卖了。行，那我现在还有事儿，一会儿回来再跟你说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喂，哪有人手机密码不用女朋友生日的？知道了，以后我所有密码都有你的生日，好不好？这电话谁打来的？应该是张力。还记得孙悟空去化缘之前画下的那个圈吗？我在实验室几个隐蔽的角落都装了微型摄像头。这刚才是不是在输入密码？摄像头清晰度不够，看不清楚。不过他很快就把手机放回去了，我相信里面的内容他没看见。我觉得齐大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不对啊，严振华的资料是我们卧底计划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给你的。你入狱之前
必须要把手机交给缅甸监狱去保管。这么说，你手机里面的资料已经删除了，而且你是越狱出来的，你现在用的手机是曼谷新买的吗？你怎么可能有严正华的资料？没想到领导这么快就发现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实验室里装了微型摄像头，所以故意把手机留在家里，想试探齐大志？我在领导心里面有这么聪明吗？你有话不能直说的吗？你在实验室里面装了微型摄像头，你没直接告诉我呀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！ Summer、Lily、Peter。哇，夏叔叔，买这么多菜啊！去给泰国中心局帮忙，回来路上买了点菜。哎，就你一个人在家？哦，张丽刚来过电话，说他跟 Peter 晚上有案要办，就不回来吃饭。哦，是吗？不过 Summer 要回来吃饭，真好。丽丽平时总不让我做饭，油盐酱醋都有了。这次我可不用工业绿化那炒菜了，你有口福了。哎，跟着一起尝尝叔叔的手艺。总吃外卖怎么行？没营养嘛。夏叔，夏叔。切尔平常会在这儿接客吗？会。给他。切尔是红灯区的一名小姐，这是她的朋友，昨天联系了她1-9天都没有联系上，已经看过照片了，确认就是死者本人。对的。现场有好几处地方发现浓米乱，说明凶手在现场清理过血迹。已经确定这里是案发现场了吗？ 各位注意一下，把受害人的贴身物品、牙刷、梳子等私人物品带回警局以后，跟尸体进行 DNA 比对。如果证明死者是 Cherry， 我们先初步这么认定。需不需要我去帮忙？物证提取就交给物证科的专家来处理吧。去道歉。OK。特别提醒一下大家。 在这里，除了常规的脚印、指纹还有血液的检测以外，凶手在这里曾与死者发生性行为或者是猥亵行为的可能性非常高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对精液的提取与检测。OK， 跟你学的嘛，办案的时候不能有太多避讳。好好检测。上次枪战之后，有没有去医院看你？ 我没事啦，只是有点擦伤，是警察非要送我去医院检查。我后来有叫张丽去看你。张丽，是你女朋友？不是啊。同事？也不算。前女友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多么复杂的坏人我都不怕，像你这样单纯的小姑娘。 我还真的招架不来。好啦，尊重你的隐私权，我不问了。所以他后来到底有没有去看你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到警察局做笔录。后来在做笔录的时候讲到你的神勇，当时在记录的警察还叫我不许夸张，要实事求是。我哪里神勇啊？要不是当时对面楼那个狙击手用火力压制面具人，那天我们就真的危险了。 不过，后来那个狙击手为什么调转枪头来对付我呢？这是你火的。
应该是既不想让面具人杀掉我，又不想让我抓住面具人。可他到底是谁呀？大侦探，好不容易休息1天了，能不能别总想案子啊？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跟我来，干嘛？我们去献血。献血？走嘛，没有意义的，对身体也很好啊，快点。你好，献血。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？首先是橄榄油，30年代的时候，橄榄油是用于防止伤口出血用的，所以当时的英国警方推测，凶手可能是一名医生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，凶手会不会是个厨子？橄榄油在今天，也不只是用来食用。再说，很多普通人家做菜都用橄榄油，我家也用。所以你把厨师说是凶手的这个推论有点……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嘛。OK， 继续。其次，在尸体的身上有发现多处刀伤，且刀刀致命。从刀口的形状来看，每一刀都是快进快出，又准又狠。所以我推测，这一次的凶手一定是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人，而且一定不是初次作案。雕塑杀人案虽然已经破了，但是雕塑杀手被人灭了口，凶手到底是谁？还有那一晚，我在树林被绑架，出现了2名戴面具的小丑。如果其中一个是雕塑杀手，那另一个又是谁啊？当时线索断了，我们无法查下去。不过这个问题我不会忘。所以你怀疑另一个小丑，就是把雕塑杀手灭口的那个人。像雕塑杀手这样的人，信任的人一定不会太多。信杜尼他认识，都被灭了口，能跟他一起绑架我，并且在他酒里下毒的人，一定是他所信任的人。这样的人，我不相信有2个。很合理。哎呀，说到那个酒里下毒啊，我还有个疑问：为什么把毒下在冰块里？如果直接把毒下在酒里，夏天现在恐怕……为什么突然问起雕塑杀人案？因为这次的凶手同样留下的线索 HWO。一定又是某种特殊的密码，所以我在猜测，这一次的凶手会不会和杀死雕塑杀手的人有关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会是一桩连环杀人案。紧张啊？有一点。
你这么积极踊跃，不会是第一次献血吧？还真的是第一次。法国没有义务献血吗？怎么会没有？法国血液管理中心是欧洲最先进的，就连血液中心的主任也是总统直接任命。那像你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大好青年，为什么会把医血留到现在？我可能有点晕针或晕血，所以我之前想献血，但又不敢。可是今天不是有你在身边吗？我可能胆子就大了一点点。晕针晕血不能献血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严重情况下需要药物进行抢救治疗。喂，你行吗？撒！晕针、晕血，你说你跑去献什么血啊？下次可不要这么逞强了。医生嘱咐的，这碗糖水快喝了吧，能自己喝吗？主席，我已经取到了夏天的血液样本。确定不会错吧？你放心吧，是我亲自提取的。马上带回公司，我等着。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该不会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跟踪系统吧？你还说我？你手机呢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刚才给你打电话是大志接的，你手机忘在家里了吧？啊，那就好，我还被丢了呢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有空给我打电话？你不是查案去了吗？该不会是没有我案子破不了吧？啊，你还真有闲情雅致啊！我刚从达哥的房间出来，他住院了。他怎么了？被人打了，伤势不轻，医生说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。喂，打电话！重症监护室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突然有人来踢馆，师傅被他打伤了。是个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大哥跟他动手之前，有说过什么话吗？师傅好像认识他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以前打地亚拳赛的主将。还知道什么？就这些。那个人是不是不太高？身材比较瘦。是的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其他特点吗？还有，对了，他右手胳膊上缠着绷带，好像有伤。这里是重症监护室，每天只能看望半小时，你们快出去吧。或者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颅内动脉瘤破裂比较严重，目前看情况不是很乐观。
进来。老板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不是我儿子。不是的话，我这就去解决他。现在先不要太刺激夏长林，只要夏天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暂时不要动他。明白。厨子呢？不在。去哪了？你是吃饭还是找人？让开！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乱来。行啊，那换个地方，你挑。王经理9点打的，10点多，刚才的全关机。我等你。你真的要去吗？他不是邓建国的儿子。消息准确。杨家取了夏天的血样，邓建国亲自做的检查。Sarah 是吧？我听夏天说起过你。你一定是张丽。我也听夏天说过你，说你是他前女友。他那么跟你说的？难道不是吗？来，再来一口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怎么住院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是第一次啊，所以有点晕血。那也没必要来医院吧？我也是说他小题大做啊，但是你知道，夏天就是一个这么体贴的人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才认识几天啊，这么了解他？我还不太了解他，但是我会试着去了解他。挺好的。接个电话啊。喂，Peter，怎么了？在哪儿？我在。马上回警局。怎么了？案子有新突破了吗？现在已经是连环杀人案了。又有新的尸体了，而且旁边依然用血写了几个字母 WOH。那手法呢？和上次还是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这次凶手模仿了一个更有名的悬案。是什么？开膛手杰克。死者身中39刀，其中9刀割喉。1888年8月7号，开膛手杰克杀死第一个人的手法。开膛手杰克难道不应该是剖开死者的腹部吗？1888年8月31号，开膛手杰克杀的第2名受害者惨遭剖腹。之后的受害者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还有些被割去部分器官。真是个变态。有毒针杀手、雕塑杀手，目前的杀手，我们可以暂定为变态杀手。尸体在什么地方发现的？在死者的家里，身份已经确认，还是一名妓女。OK，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凶手作案的手法规律，有3点：第一，模仿世界著名悬案的手法；第二，受害者都是性工作者；第三，在现场留下写下的字母。开膛手杰克，以前多次寄信挑衅警方和媒体，这次的杀手有模仿他这一点吗？目前为止还没有。可是什么？雕塑杀人案在破解凶手留下的密码时，夏天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夏天现在已经不是 ICPO 特聘顾问了，不能参与这个案子。Peter， 我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。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件事吧。关于破解本案凶手留下的字母密码，张丽跟我说过他的想法，我觉得挺有道理。张丽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你回来啦？你这晕血晕针晕的也太严重了吧？医生帮我做血常规的检查，说我有一点贫血，大概再做个1-2天，然后再做个检查。晕针、晕血，还有贫血，你居然都这样了，还跑去献血啊？下次不会了啦。你家人呢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我爸爸过世了，妈妈在法国。那你放假怎么还回来啊？因为这边还有一些我爸爸留下的债务要处理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会再跟你说。对了，你朋友没事吧？啊？张丽不是跟你说你朋友被打，你就匆忙跑出去了？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情况不太乐观。哦，对了，张丽跟你聊了什么？他这个人有时候脾气不太好，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？我想大家对栅栏密码这个词还不是很熟悉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。简单的举例说明 ，killer 杀手这个词，用栅栏解码的方法变成了 K-I-L-L-E-R， 将下面一排字母挪到后半部分，变成了 K-L-E-I-L-R。那么凶手在这2个案件中给出的字母，用栅栏解密的方法变成了 H-O-W。W-H-O。由于这2个单词比较简单，3个字母刚好都一样，所以我能想到这些并不难。这2个单词谁都认识，可又代表了什么呢？重点就在这儿了。凶手模仿了2个著名悬案的手法，不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比如说，第一个案件号对应的字是杀，那第2个案件当中的 who 指的是开膛手还是杰克？杀手，杀手。这个杀手不可能只做这2个案子，所以接下来他给出的每一个字母都很重要，很可能后面就会出现他自己的名字。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只要能抓住凶手，我们就能解开所有疑问。凶手如此嚣张，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等新的线索出现。正常刑侦办案的手法要同时进行，要争取在新的受害者出现之前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行动！病人现在需要休息。
我明天过来看你啊。你是病人家属吧？跟我去交下费。多少钱啊？所有的卡。看来你爸留下了债务，主要是别人欠你们的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些都是赖不掉的。交安费还给你啊。Peter，夏天又不是警察，不让他参与案子有什么问题？可是你之前都让他参加了。我记得之前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毒针杀手对你下手，如果刘夏天自己在梅赛，我怕他会乱来，所以才把他调到曼谷，给他一个 ICPO 顾问的身份。现在案子结束了，为什么还让他继续参与？可是雕塑杀手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破，最后的凶手还没有找出来，这个案子又有了新的字母，可能两个案子会有关联啊。现在最大的嫌疑是 BI 药业集团的邓建国，而现在夏天是邓建国的司机兼助理，我怎么让他参与？夏天去 BI 药业集团上班的事情，我们事先是知道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想把他引入正途，但你想想，从偷回 U 盘之后，他有多久没跟你说起 BI 药业集团的事情？那是因为现在大志回来了。那夏天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。齐大志最近怎么样？已经在好转了，但是肯定没有那么快。这样吧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说我们今晚要加班，不回去吃饭。喂。哪地方？有事情跟你说。这个夏天还挺会招蜂引蝶的嘛。那姑娘什么来头啊？这个女孩学美术的，法国留学生，放暑假回来没什么背景。呀，诱骗无知少女啊！林代侦探了解的这么清楚，是要对女孩下手了？不行。行，怎么会不行啊？你说你还有安排？不过夏天已经来曼谷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见你有什么动静啊。这个我跟老板解释过了。我本来想让信度尼对付夏天，那个时候他俩在一起办案，但没想到冒出来一个雕塑杀手。雕塑杀手杀了3个人，有2个都是同事。我要是老板，我也怀疑你啊。这个事情老板说不要再提了。怎么？你是想让我再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是吗？那之后呢？不会已经没有牌了吧？
些斑斓，才有更多空间坦白。你的故事有没有我这段？或许幻想终归尘埃，你却落地我的心坎，什么都能学着看淡，你除外。人间里最魂牵的神秘感，是你还没亲口说爱，颜色却像在要我去回答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我没打算一步走完，若隐若现的情感，你会藏在哪句对白？如果爱能被窥探，让我慢慢来，用心眼去看穿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不怕艰难，只怕走散。